中东地区一直都被美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地带，对于这一地区的掌控，美军尤为的关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足以说明美军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虽然美军在中东通过战争赢得了很多国家的拥护，但是至今还有一个国家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个国家就是伊朗。而美国对伊朗用的最多的手段就是制裁，而伊朗也一直都不把美国当回事，毕竟地球不是离开美国就不会转了，大国不仅仅只有美国，中俄跟伊朗的关系就一直不错。最近西方媒体报道了一则关于伊朗获得先进武器的消息，很可能会改变中东当下的局势。据希腊媒体10月20日报道，伊朗将从俄罗斯获得现代化的战斗机和直升机，这将改变目前中东地区现有的战略平衡。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近日正在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并将和俄罗斯方面讨论购买俄罗斯装备的相关问题。他表示，伊朗正打算从俄罗斯购买先进的战机与直升机，来帮助德黑兰应对当下中东的局势。据悉，伊朗方面很可能会购买少量的苏57战机，再搭配一部分苏30或苏35战机以及米28直升机。还有不确定消息称，伊朗还希望获得 S400 防空系统以及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不仅如此，伊朗导弹部队近日也传出了不利于美军航母舰队的消息。据《环球时报》10月20日报道，伊朗一款新研发的反舰巡航导弹即将服役，该导弹的射程能够达到2000公里。伊朗海军目前还拥有上百种各型无人机，其中航程最远的能够达到1200千米，并且航程还在提升，这对美军航母舰队而言也是个不小的麻烦。可以这么说，一旦伊朗真的装备了这款导弹，再结合各型无人机，那么美军航母就真的危险了。之前美军能够在中东对伊朗指手画脚，还不是因为伊朗打不到美军航母舰队，而美军却可以依靠航母舰载机来威胁伊朗。而未来伊朗有了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反舰巡航导弹之后，美军航母舰队再想到波斯湾耀武扬威就得掂量掂量了。即将装备的新型反舰巡航导弹让伊朗攻击范围剧增，以及可能从俄罗斯获得的先进战机等一系列装备，很可能导致中东局势大变，打破目前中东现有的军事平衡。在阿富汗的失败已经让美军在中东影响力骤降，波斯湾局势如果再发生变化，这对美军而言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日前，以050型大型驱逐舰为首的中俄两国海军联合编队冲过狭窄的日本经青海峡，从日本海进入北太平洋，全程被海峡两岸日本民众和自卫队高度关注。现在，美国、日本都非常关注中俄海军编队的动向，是继续向东去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岛，还是北上绕行日本北海道？自10月15号。中俄联合2021海上演习正式开始，到19号已经持续4天。中国出动1艘050型大型驱逐舰、1艘052D 驱逐舰、2艘054A 型护卫舰、1艘903A 型综合补给舰。综合来说，就是半支主力舰队的规模。俄罗斯方面出动2艘无畏级大型反潜舰、2艘22350型护卫舰、1艘电子侦察舰，几乎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全部加底。双方合计总舰船达10艘，是近年来在西太洋海域最强舰队。中俄的海上联合演习曾经为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逼近演习区域进行骚扰，俄罗斯派出无畏级大型反潜舰进行驱赶，双方军舰最近距离少于60米，几乎是贴脸。这次美军做得非常不地道，所以中俄舰队或许有意直接上门，去美国阿留申群岛转一转，自由航行一把。中俄海上编队从日本京津海峡去美国阿留申群岛距离大概有3000多公里，约1800多海里，来回共3600多海里。如果以18节左右航行，一共用时大概要200小时，合计约8天。中俄海上编队中排水量最小的护卫舰也能在无补给的情况下完成这次航行，何况编队中有中国的903A 型综合补给舰，随时为编队补给燃料。那么美国海军方面在阿留申群岛几乎没有多少主力舰船部署，当地也没有综合军港，可以说防御非常空虚。然而在水下，美军的核潜艇时常在北极、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活动，因此阿留申群岛附近应该有美军核潜艇活动。不过这样就非常适合中俄海上联合编队再来一场实战化的反潜演习，美国核潜艇成了陪演。不过有意思的是，该消息引发全球网友热议，有位巴西军事观察人士评论道，中俄舰队或去阿拉斯加自由航行一把，这是一个妙招，也让美军尝尝被自由航行的滋味。另外，日本是派到水面上中俄海上编队，但是水下的俄罗斯潜艇甚至核潜艇有没有跟着一起穿过京津海峡，日本人未必知道。何况俄罗斯的核潜艇只需要在北方四岛间穿过，然后和中俄海上编队会合，日本和美国更加难以察觉。至于中俄海上编队是否会简简单单的绕着日本北海道穿过北方四岛，最后回到俄罗斯，这种可能性更大。今年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太平洋深处进行了演习，
俄罗斯海军跑到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而中国海军却去了阿留申群岛，好像两国海军再跑一遍太平洋，重复了。另外，绕行日本北海道，能够在北方震慑一下日本和美军，尤其是美军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经常闹事，中国就去北海道转一转，分散一下美军视线。不管中俄联合编队的航线如何，中俄两国海军间开始逐渐形成默契。中国海军水面舰艇防空、反导、反潜都很强，而俄罗斯的潜艇和核潜艇是优势。未来一段时间内，中俄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进行分工，中国海军当水面作战的主力，俄罗斯海军当水下作战的主力，强强联手，这得让美国海军感到极大压力。据媒体最新报道称，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宣布，将于下个月1号起暂停俄罗斯驻北约办事处的工作。与此同时，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也将一并关闭。据分析，这是莫斯科对北约的报复。此前，北约以情报人员为由，取消了8名常驻北约俄罗斯代表的资格，并进一步将俄罗斯代表团人员编制从20人削减至10人。俄罗斯方面表示，北约的指责毫无根据，俄罗斯必将予以回应。随着双方的冲突持续升级，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巨大挑战。看来这次普京是真的怒了。升级北约和俄罗斯间的对抗，既是双方的猜忌在作祟，也是贯彻拜登的意志。理由主要有2点：其一，升级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有利于拜登掌管欧洲，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为防止欧盟和美国彻底脱钩，美国需要为其塑造一个强大的敌人，迫使欧洲国家抱紧美国大腿。其二，用北约牵制俄罗斯，以便美国在亚洲对抗中国。中俄两国都主张世界多极化，随着中俄两国的合作越来越密切，美国一国独霸的地位受到挑战。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开辟战场，符合美国寻求对抗的逻辑。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其终极对手，在美国看来，打压中国比打压俄罗斯更加紧迫。但中国有着自己的处事哲学，打压中国却很难找到着力点，对美国来说非常棘手。无奈之下的美国只能选择拉拢自己的死忠盟友，结成全球范围的反华联盟。事实上，在亚洲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在拉拢欧盟和北约时，拜登明显遭受了冷落。北约内部在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分为3类：其一，和中国有着深层次经贸合作的国家，担心追随美国可能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其二，和俄罗斯存在争端的国家，希望将更多精力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不是再创造一个敌人；其三，完全跟随美国的国家。这类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老大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似乎在北约内部找到了共识，对北约如何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说明。他强调，北约绝对不会寻求与中国对抗，也不会将中国当作敌人。这犹如给了拜登一记响亮的耳光，或许是北约投出的对美国不信任票。根据跨大西洋关系专家瑞秋·李索的说法，谁也不知道美国在什么时候回到特朗普的路线。如果盲目将中国推到对立面，一旦被美国再次抛弃，北约将被迫独立面对强大的中国，最终的结果必将是死路一条。在权衡利弊以下，北约选择认怂了。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北约的表态，我们听其言，还需观其行。毕竟在很多方面，北约依然在附和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据外媒报道，美国为了试图破坏俄罗斯近期在黑海水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竟派出了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对俄罗斯在整个黑海的军舰进行威胁。这次俄罗斯在黑海的演习规模非常的大，俄罗斯更是出动了40艘军舰和大量战机进行配合，一方面震慑整个北约，一方面锻炼自己的海军部队。俄罗斯是想用堂堂正正的气势压倒所有对俄罗斯叫嚣的力量，可以说这也是近些年来俄罗斯的大手笔了。但是俄罗斯的老对手美国怎么可能坐视不理，看着俄罗斯轻松控制住黑海水域？在俄罗斯军演的时候，美国派出了2架战略超音速轰炸机前往黑海上空。要知道，战略轰炸机可不是侦察机，它的任务就是给予敌方重大的打击和威慑。而战略轰炸机是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是完全有能力全灭俄罗斯40艘军舰。这完全就是美国的挑衅行为，更是对俄罗斯40艘军舰的威胁，似乎在明确地告诉俄罗斯，这40艘军舰只是美国砧板上的肉，任人玩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如此大规模的挑衅行为也是首次出现，看来美国是迫不及待的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自己全球霸权。俄罗斯方面也立刻派出了2架战斗机进行拦截。在俄罗斯看来，对美国的行为不必太在乎，因为如果遇到真正的威胁，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在还未到达黑海的时候就会被俄罗斯击落。但是真的会有这么容易吗？虽然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是相比于美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俄罗斯派出战斗机去进行拦截，对方战略轰
轰炸机旁边也同样是会配备先进的战斗机，而且对方只要保护战略轰炸机完成轰炸，甚至就是最后被全部击落也无所谓了，毕竟损失更为惨重的必然是俄罗斯。如果俄罗斯想要用防空武器进行拦截，也会碰到巨大的麻烦。首先，美国的电子信息技术比俄罗斯先进，完全可以干扰俄罗斯的防空武器，让俄罗斯的防空武器不能准确地锁定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据知情人士的消息，是在黑海上空看到了美国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身影。这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都快到脸上了，才发现美军要真是轰炸，估计等你拦截的战机刚起飞，美军轰炸机都已经准备返航了。此事在我国也引起了谈论，我国军事评论员就表示，首先要痛斥美国这样的霸权行为，俄罗斯恐怕要好好想想了。如果应对的不好，会陷入巨大的被动，同时也给我国提了个醒，要提防美国会不会对我国也采取这种方法，不能放松和大意。看来这些年美国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但是军事实力还是保持着强大的力量，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没有想到美国仅用2架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就把俄罗斯40艘军舰当成了人质，美国这是露出了自己凶狠的獠牙。